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万物有灵系列紧密披肩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披肩分为前片、后片、门襟织片、缝合、包边和收边几个部分。先分别编织后片与两个前片，完成后进行前后片对应区域的缝合。接着编织门襟织片，并与前后片缝合。完成后，沿着袖口和底边分别进行包边编织。最后在挑门襟处进行收边。这里披肩有多个尺码，编织方法基本相同，只是针数和行数略有不同。往下我以小码为例进行演示和讲解，其他尺码遇到不同情况时会单独说明。先来编织后片，分为身体和肩部两个部分。采用编织边起上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两个区域。先来编织身体，这里图解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并针的位置，无论是几针并作一针，图解都是占一个格子。空白的区域没有针，表示不需要编织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半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，图中单数行表示在正面编织。图解从右往左观看。双数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。这里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解都会进行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编织时需要使用双股线进行编织，也就是分别抽取两根线头，然后合并成一根线进行编织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一根棉线进行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为编织上针边起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第一针起好后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左针的线圈。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
从下往上穿入这2针中间，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3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，继续起针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。这是第4针，每次入针都是在2个线圈之间。继续编织编起上针，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编织编起上针的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织第1行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直接编织与图解相同的针法。开始先织1针上针，然后织1针上针又加针，挑线圈下方的瓦片形状的小横线，先织1针上针，再挑线圈织1针上针，完成上针又加针，往下编织对应数量的上针。这里不同尺码针数不同，我小样针数随意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。后面需要编织花样区域，这里每个尺码花样区域的编织方法都一样。先依对应织13针下针，此时完成了这个花样区域，往下继续编织对应数量的上针。花样区域对应编织13针下针。按照这个方法，参考图纸继续往下编织，一直织到最后还剩2个线圈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上针左加针，先挑线圈织1针上针，再挑下方瓦片形状的这个小横线，织1针上针，
完成上针左加针，往下还剩一个线圈，对应织一针上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。此时第一行就讲解完了，接着织第二行，先翻面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遇到上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下针。遇到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。同时，大家也可以对照纹理编织。辫子形状为下针纹理，对应织下针。线圈下方有一根线，像这样的瓦片形状时，为上针纹理，编织上针。继续往下编织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二行完成，后面织第三行。先翻面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开始先织一针上针，往下小码不需要加针，其余尺码需要加针。这里我再演示一次加针的方法。开始是编织上针又加针，挑线圈下方瓦片形状的小横线，织一针上针，再挑线圈织一针上针，完成上针又加针。后面继续参考图纸编织，一直织到花样区域。到了花样区域，往下编织下针左上4针并1针，右半针从左向右，同时穿过左半针的4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完成下针左上4针并1针，后面织一针挂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往下交替织一针挂针和一针下针，编织4次。完成后继续织一针挂针，然后织下针扭针右上4针并1针，右半针同时挑起左半针4个线圈的后方，织一针下针，完成下针，扭针右上4针并1针。此时完成了这个花样区域，后面上针区域对应编织上针，
花样区域按照这里的方法编织，先织完这个上针区域，完成后织花样区域，先织一针下针，左上4针并1针。然后交替织1针挂针和1针下针，编织5次。后面织1针挂针，然后织1针下针，扭针，右上4针并1针。此时完成花样区域，往后大家参考前面以及图纸，继续往下编织。这里倒数第2针的位置，部分尺码需要加针，小码同样不需要加针。这里我再演示一次加针方法。往下是织上针左加针，先挑线圈织1针上针，然后挑下方第2个小横线，织1针上针，完成上针左加针，最后织1针上针。第3行完成。后面的第4到12行编织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几行织完即可。完成后织第13行，开始先参考图纸，织到花样区域新针法的位置前，注意这一行花样区域的位置有变动。我这里已经织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下针，左上2针并1针。接着织1针挂针，1针下针，继续织1针挂针，然后织下针，右上2针并1针。此时完成了花样区域。往后花样区域按照这里的方法编织，其余位置对应编织上针，需要加针的位置对应加针，具体也可以参考图纸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13行就讲解完了。后面第14到20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这几行织完即可。同时加针位置对照图纸，往后小样就不再演示加针了。完成后织第21行，先参考图纸织到花样区域前，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织1针挂针，然后织下针，中上3针并1针。先将左半针的2个线圈挑下不织，然后织1针下针，
再将挑下不织的2个线圈挑起，盖过后面1个线圈，并挑下，完成中上3针并1针。后面继续织1针挂针，完成花样区域。往后大家继续参考图纸编织。织完最后1针，第21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这里花样区域从第1行到第21行是一个完整的花样，往后花样位置都按照这几行的方法进行编织。后面身体部分行还需要在2端加针，部分行不加不减编织，部分行需要在2端进行减针。这里减针用到了2个新针法，上针左上2针并1针和上针右上2针并1针。往下分别演示一下2个新针法的编织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对照图纸编织。请看演示。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上针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右往左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1个上针，上针左上并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左侧线圈在上方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右针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1个上针，这个就是上针左上并针的编织方法。上针右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上针右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先将左侧2个线圈交换位置，也就是先依次挑到右针上，然后将左针从前方挑起，右侧1针，捏住底部，右针放开线圈，再穿回左侧1针，这样位置就交换好了。接着右针从右往左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1个上针，上针右上并针完成。可以发现，此时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我再演示一次，先交换左针上这2个线圈的位置，然后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1个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针右上并针的编织方法。此时身体区就讲解完了。往下编织领肩区，这里2侧肩部位置需要紧反编织形成斜肩，领口位置需要收针形成领窝，最后织完进行收针。开始先进行2侧领肩的留针紧反编织，之后中间开始收针，2侧领肩分开编织，
先编织右侧领尖，织完后再接线，进行领窝收针，然后继续编织左侧领尖。往下分别讲解一下两侧领尖的留针引反编织、领口收针以及肩部收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对照图纸编织。请看演示。在右侧留针的引反，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引反6行。第一行在反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，我已经织好了。第二行在正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然后织一个划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含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划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，我继续将这2行织完。现在我这个引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上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先交换位置，
然后合在一起，织一个上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交换位置。再合并织上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销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在左侧留针的引反，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引反6行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。第二行在反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挂针不要太松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算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预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。我继续织完这2行。
现在我这个引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在一起织一个下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并织下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有时候为了使两侧的行数相同，还要再织一行，大家具体根据图解编织即可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
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接着织右肩，编织前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，
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编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一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一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二针开始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二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，继续织第三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
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至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此时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前片分为左前片和右前片，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前片编织方法与后片相似，开始也是采用编织上针边起针的方法，然后来回往返片织。编织过程中，需要在一侧按照规律加针，靠门襟一侧按照一定规律减针，之后加针的一侧继续不加不减编织部分行，然后再按照一定规律减针，最后几行需要紧反编织，完成后进行收针。这里用到的针法和方法，后片时都有进行演示和讲解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，将2个前片编织完成即可。往下讲解前后片部分区域的缝合，这里有2个区域需要缝合，一个是身体加针的这个区域，从第一行缝到最后一次加针的一行位置即可。之后是减针的区域，从减针开始的一行缝到肩部最后收针的位置。这里加针区域的缝合与减针区域的缝合都是采用行与行的缝合方法。肩部收针这里采用针与针的缝合方法，则往下分别演示这2种缝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区域进行缝合。这里缝合也是使用2根线合并成1根线来缝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。
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滑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
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，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，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。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。
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，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此时前后片的缝合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讲解门襟织片，共有2片，先编织其中1片，织完后要进行修针，然后将织片比较直的一侧，沿着前片门襟往上，缝到后片领窝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再编织另一片。织完后，要与第一片合并收针，再沿着领窝往下将织片缝合起来，一直缝到门襟边缘。这里前片位置使用行与行缝合，后领窝位置使用针与行缝合。编织过程中，大家注意边织边比对，按照缝合的区域织到后片领窝中心的位置。如果需要增加行数，按照一组花样规律的循环进行增加即可。这里编织时会用到2个新针法，下针左上3针并1针和下针右上3针并1针，同时还用到了2个新的方法，修针以及合并收针，则往下分别讲解一下2个新针法和新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结合图纸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在正面织左上3针并1针，从左往右同时穿过，左侧3个线圈，织1个下针即可。织完后可以看到，左侧的这个线圈在最上方，右上3针并1针，先从左往右挑下1针，然后将左侧2针同时织1个下针，再将挑下的这个线圈盖过左侧线圈，下针的右上3针并1针完成。可以看到，
右侧的这个线圈在最上方。接着我演示一下修正的方法。一侧织完后，将线圈转移到单独的棒针或环形针上，也可以用线穿起来。后面编织时，再将其穿到棒针上，从右往左穿线。这样修针就完成了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
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，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此时门襟织片部分就讲解完了，下面讲解包边。沿着袖口边缘和底边分别编织，这里需要先挑出线圈后，之后再进行编织。我先讲解底边的包边。从一侧的门襟织片往下挑到另一侧的门襟织片处，挑完针后再起针，然后包边编织。注意使用门襟织片的线材也是2根线合并成1根线来编织。往下我演示一下方法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挑针时，无论前后片还是门襟织片，下针纹里可以挑辫子的中心动眼，上针纹里挑边缘的动眼入针。这里具体的挑针数以及入针位置也没有固定要求，均匀挑针，挑完织片平整即可。先拿起线，为了效果美观，先留出编织区位置3倍长的线头。可以留长一点，然后开始挑针。小样位置不做参考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注意使用预留的线来挑针。这里挑针过程中线不够时，可以打结接线。挑针完成后，剩余的线头先放于反面，往下从右侧开始织包边。这里接着挑针开始的线，穿入第1针线圈，起4针，穿入，挑出，稍微扭一下，然后套到左半针上，1针，
继续起3针。注意套的时候稍微扭一下。接着织3针下针。然后同时穿入左侧2个线圈后方，织一个下针。这样就与挑针的第1针合并起来，然后左针挑下右针的线圈，再织3针下针，可以织得稍紧一些。然后将左侧2个线圈并针，注意穿入后方的线，织下针。这样正面形成连续的辫子纹理，比较美观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织完最后的并针，往下预留长线头，剪断。将线头穿入缝针，穿过线圈，再穿一次。再将线穿到背面，两个线头在背面打死结，剩余的线头顺着纹理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另一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，底边的包边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袖口的包边，同样的方法，先在正面沿着织物边缘挑针，然后起出4针后进行包边编织。
这里最后首尾要收针形成辫子的纹理。往下我提供一个结尾收针的方法，供大家参考，请看演示。完成后，最后将结尾线圈与起始位置进行缝合，并缝出辫子纹理。可以看到，开始位置第一行有4个辫子，往下挑线圈与这4个辫子位置缝合，将最后的线头预留长线头剪断，然后穿入缝针。将线从最右侧第一个线圈后方穿出，然后与第一个辫子入针缝合，最后再从正面穿入第一个线圈。放下线圈，继续从左侧线圈的后方穿出，挑第2个辫子处入针，再从正面穿入线圈，放开线圈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缝合剩余2个线圈。最后可以调整一下缝合的辫子，将其拉扯平整。最后将线穿到背面，在背面打几个结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将线头藏在背面即可。此时袖口包边也讲解完了，最后挑门襟织片边缘进行收边，从右门襟织片边缘开始，往下一直织到左门襟织片边缘。请看我演示，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。开始，先在底边的边缘挑2根线，挑出1针，
将线打一个活结，挑出，稍拉紧线圈，相邻继续挑2根线，挑出1针，接着将线绕到前方，左手拿起1根半针，从后方将2个线圈移到左半针上，线头放于右半针的下方，然后织1针下针，完成一次收边。往下继续，挑织片边缘，挑边缘辫子的下方入针，挑出1针，将线绕到前方，左半针将2个线圈挑下，然后线放于下方，织1针下针，又完成一次收边。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织完左门襟织片边缘即可。编织过程中注意织片保持平整，如果不太平整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挑针的位置。织完最后1针，拉大半针上的线圈，剪断线头，将线头从线圈里面穿出，然后线头藏到织物的反面即可。这样收边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个披肩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